1937年日军攻陷古东南京后，曾拍过一部纪录片，整个摄制过程完全在日军偷步的指导下进行。摄影师白景茂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拍摄时亲眼目睹了无数中国人在长江岸边遭到日军的集体屠杀，触目惊心之余，他连续做了好几夜的噩梦。不过在军方严密的监督下，这些关于屠杀中国人的画面要么被禁止拍摄，要么被剪掉，留下来的多是对日军有利的镜头。因此这部南京战线纪录映画实际上是一部歌功颂德掩盖大屠杀的洗白宣传片。而摄影师可能是动了恻隐之心，人用相机捕捉了满目疮痍的街道、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及那个有名的国际安全区。原片的旁白解说让我们注意废墟背后的真相。经过史学家的考证，发现这些画面和南京大屠杀照片中的背景完全吻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佐证。当时这部纪录片在军中短暂的放映后，原版胶片就离奇的失踪了，一直到1995年才在北京发现了一份55分钟的残存拷贝，相比原片缺少了10分钟左右的画面。之前我解说南京大屠杀纪录片时曾引用过该片的部分镜头，而本期我将针对此片进行详细的分析。画面方面进行了 4K 60帧的彩色修复，比之前要更加清晰。多年以来，南京保卫战最让人不解的就是15万弹药充足的中国军队为什么在短短的4天内便全部溃败。在日本拍摄的镜头中，能看到中国军队在战前有着充分准备，城墙作为第一道防线修筑了大量战壕，并用角铁沙包加固了薄弱的城门。城墙下方还用钢筋混凝土建造了不少防空洞，其中一些通过暗道和城里的民房相连，这样部队便能快速隐蔽地进行机动作战。此外，中国军队还在城内设立了第2道防线，打算城破之后继续和日军打巷战。3街6巷堆筑了一堵又一堵的战壕据点，关键位置全是坚固的混凝土机枪碉堡。就算这都失守了，中国军队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朱元璋的明孝陵。500年前，古代工匠把紫金山掏空后，将整座陵墓嵌到了里面去，可谓固若金汤。因此蒋介石特意把战斗力最强的教导总队部署在这里，依托着这个巨大的天然堡垒以及一系列的防御工事，中国军队进可攻退可守，和日军耗上个把月都不是问题。然决定战争成败的往往不是坚固的堡垒和城墙，也不是仓库的粮食，而是士气。15万中国军队中至少有3万是连枪都没摸过的新兵蛋子，其余的老兵也多是才从淞沪会战撤退回来的残兵剩卒，疲病交加的他们几乎已丧失了作战能力。更糟的是，蒋介石撤离时带走了大部分先进的通信设备，军队各部之间无法进行有效联络，而士兵来自全国各地，一个说的是东北话，一个说的是广东话，彼此很难沟通。低落的士气加上重重的交流障碍，导致15万大军成了一盘无力的散沙，也为后来混乱的溃退埋下了伏笔。1937年12月10号，日军对南京发起了总攻。为了再现当时的交战画面，一支日军小队演示了他们是如何攻城的。只见在机枪手的火力掩护下，一支隐藏在草丛中的敢死队抢上了岸边的一艘小船，渡过了秦淮河。接着他们通过一把高达15米的云梯慢慢爬上了城墙。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这支敢死队在中山门的右侧城墙炸开了2个洞。日军能偷袭成功，关键在于掌握了制空权。自淞沪一战，中国空军几乎损失了全部家当，到南京沦陷的前一天，仅剩下2名孤勇的飞行员升空作战，所以守城的中国将士根本得不到空中的侦察情报，无论日军如何调动都不知道。同时，山上那些造价昂贵的远程野战炮也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过来，开了上帝视角的日军却能从空中一眼看出中国守军的薄弱点，继而发起突袭。按照原先的计划，此时中国守军如果退守到城内，像台儿庄一样死磕着打巷战，那南京至少还能守上个把月，日军不死个几万人根本攻不下南京。可当中国将士正与日军浴血奋战时，蒋介石却2次下令要求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立马撤离，结果他一跑，下面的军官也跟着都跑了，溃败的情绪瞬间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全军，大家纷纷弃城出逃。当时在日军的团团包围下，通往码头的驿江门成了南京军民唯一的生命通道。可人们蜂拥而至时，发现城门全被先前修筑的沙包封死了，仅顶端留有个射孔，勉强够一个人爬出洞口。为了争夺这一线生机，人们如潮水般一拥而上，期间挤死踏死的高达5000多人。一些从混乱中挣脱出来的士兵拼命跑到城下，将布条、皮带和绑腿系在一起，试图翻越城墙。逃出城后，他们脱掉军装，丢掉装备，扮成了平民百姓，这样既避免了被日军俘获，也减轻了过江的负担。
12月13号，日军主力第16师团从中山门的缺口一拥而入，率先攻进了南京城。其下属的第38联队则在驻川敬二的率领下占领了兵临长江的和平门，彻底堵死了中国军队撤退的后路。一路上，他们用机枪射杀了许多正在渡江的中国士兵，其状惨不忍睹。12月14号，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整个南京城市硝烟弥漫，一片狼藉。日军的大部队抬着伤员源源不断地进入城里，幸存下来的士兵满脸笑意，脖子上挂着同伴的骨灰盒。国民政府的大楼、军部、外交部、军事学校等地悉数被日军占领。蒋介石住宅的墙壁上有一句话格外瞩目，想必是他临走时的感叹。而在战俘营中，日军给中国俘虏递烟送火，看起来十分友好。实际上，自打进城后，日军便下令处死全部俘虏。当时中国军人约有9万受困在南京，即便只解除他们的装备，也并非易事。所以日军便通过各种方式来哄骗他们缴械投降，再分批带到郊外屠杀。像在纪录片中，日军四处张贴告示，许诺中国人只要来登记一下，便能获得良民证，回家安居乐业。但诡异的是，日军将男女完全分开，登记完成后又把男的分成2组，带往了不同的地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日军会通过手上和肩膀的老茧来判断他们是否扛过枪、当过兵。但凡有一点这种特征的，哪怕是干活拉车的苦力，也绝不放过。少数幸存的人后来才知道，那天的路一条是生，一条是死。接下来，日军有组织的挨家挨户的去抓捕平民百姓，再进行集体屠杀。此后，数万名妇女儿童遭到了日军的蹂躏和摧残。事后，日军又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全部杀掉。根据远东军事法庭和史学家的统计，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至少在30万以上。12月17号，日军在南京举行了所谓的入城仪式。日本的国内媒体大肆宣扬，称其为名垂千史的盛典。下午1点，日本军方的最高将领骑着马依次而入，领头的昭襄公鸠彦是裕仁天皇的叔叔，尾随其后的是华中战场的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多年来，人们一直把松井石根当作南京大屠杀的头号祸首，但根据张纯如的调查，日军攻打南京时，松井石根的指挥权已经移交给了昭襄公鸠彦，正是他下达了一系列的杀人命令。所以昭襄公鸠彦才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松井石根只是罪魁之一。下午2点，松井石根带着一众将领举行升旗仪式，礼毕，全部人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高呼天皇万岁。晚上，各部军官欢聚一堂，高举酒杯，同饮身上赏赐的御酒。尽管日本军方试图在片中营造一种旗开得胜、秋毫无犯的气氛，但细思极恐的是，整条大街空无一人，哪怕连只动物都没有。唯有在国际安全区中才能看到些许的人间烟火。日本摄影师似乎想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来暗示废墟后的真相。南京沦陷时城里的难民加上中国士兵一共有60多万人，其中被日军屠杀的至少在30万以上，剩余的一半几乎全被一个人救了，他的名字叫约翰拉贝。早在日军攻城时，他便联合22名外国友人成立了一个国际安全区来收容中国难民。尽管日本多次施压，但拉贝凭借着自己德国纳粹党的身份，整整忽悠了25万中国平民免遭屠戮。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辛德勒，但我跟幸存的南京人一样，很想发自内心的叫他一声活菩萨。1996年，经过张纯如的一番奔走，尘封了将近60年的拉贝日记终于重见天日。这是南京大屠杀最为完整详实的史料之一，也是日军屠杀暴行最有力的铁证。而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我辈一定要勿忘国耻，铭记历史。